最近，琪琪的奶奶在一次直播带货中，邀请了豆豆的爷爷，也就是杜宾的父亲，菲利斯塔的公公，共同出镜。画面中，琪琪的奶奶一边介绍产品，一边不时转头询问豆豆的爷爷，好不好，值不值得买。而豆豆的爷爷虽然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但看得出神情略显木讷，有时甚至有点迷茫。由于他是一位聋哑老人，不太理解直播间发生的一切，所以很多观众心里产生了复杂的情绪。这是在善意互动，还是在无形中利用老人来吸引观众注意？直播过后，评论区和社交平台上很快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。一，质疑方，这是在利用老人。有人认为，把一个聋哑老人请到镜头前，本质上是为了制造噱头，借助特殊身份，吸引观众留在直播间。每当琪琪的奶奶介绍商品时，都会故意问老人好不好。这种互动在观众看来更像是一种人设表演，并不是老人真正的自愿表达。一些网友直言，老人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却成为了别人带货的工具。二，支持方，老人并没有被强迫。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，这也可能是老人自愿的。对于长期待在家的他来说，偶尔参与直播是一种打发无聊、融入家人活动的方式。琪琪的奶奶问好不好，或许并不是为了制造噱头，而是一种互动方式，给老人更多参与感。有网友留言，如果这是杜宾的爸爸愿意坐在直播间，那也不算利用，反而让老人不至于太孤单。在视频里，很多人注意到豆豆的爷爷状态有些消瘦，表情不多，甚至偶尔嘴角干裂，看起来是长期劳累和干燥环境下留下的痕迹。他坐在镜头前时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，而是带着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。对外界来说，这种木讷和迷茫更容易引发怜惜和担忧，尤其是在知道他是聋哑人的情况下，观众很难不联想到，他是否真的知道直播的目的？他是否理解自己此刻正被成千上万人观看？他是否意识到别人把他卷入了一场商业活动？这些疑问也成为网友争论的焦点。实际上，这件事触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家庭直播带货中，老人和孩子的出现究竟是陪伴还是利用？一，商业逻辑，带货直播的目标很明确，卖货。为了增加互动感，主播往往会邀请家人出镜，营造出温馨、真实的氛围，从而拉近和观众的距离。二，伦理困境。然而，当被邀请的人是聋哑老人或年幼的孩子时，观众的观感就会变得复杂。人们会担心，他们是否在被动地成为流量工具。三，善意与误解。也许琪琪的奶奶只是想让直播更热闹一些，也希望老人不再孤单，但在外界看来，这样的举动很容易被解读成利用。这就是商业与伦理之间的微妙矛盾。其实，这并不是第一次类似的情况被讨论。过去一些网红家庭也会把年幼的孩子放到镜头前卖萌，吸引粉丝购买商品。也有老人被邀请进入直播间，成为所谓的家庭陪衬。结果往往是，有的人因此收获好感，觉得真实接地气，但也有人因此被质疑打感情牌。这说明了一个事实：观众对于直播间里出现的弱势群体会天然更敏感，一旦觉得他们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就容易引发质疑。站在琪琪奶奶的角度，这件事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她的初衷可能只是希望老人能够融入家庭氛围，不要太孤单。她的习惯是和家人一起拍摄，一起生活，自然也会把这种习惯带入直播中。她的压力则是观众的期待，毕竟粉丝们总希望看到熟悉的面孔，老人和孩子往往是观众最感兴趣的。但问题就在于，当他把这种家庭互动放进一个带货的商业场景时，外界的观感就不再单纯了。于是他陷入了两难：不让老人出镜，直播显得单调，粉丝抱怨缺少生活感；让老人出镜，又被质疑利用老人。我们需要冷静分析，老人是否真的被利用，要看几个关键点。一，是否强迫。如果老人是被逼迫坐到镜头前，那就是利用；如果是自愿坐在那里陪伴家人，那就不能算。二，是否知情。老人是否明白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商业行为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三，是否受益。直播带货的收益是否会让老人得到生活上的改善？这三个问题，目前外界并没有明确答案，所以才会有争议。仔细观察评论，不难发现，很多网友的不满并不是单纯针对琪琪的奶奶，而是出于对老人的心疼。有人觉得老人身体消瘦，看上去不适合再参与这些活动；
有人担心老人被卷入商业场景，却不明白发生什么；还有人感慨，老人应该享受安稳的晚年，而不是被放到镜头前。这些声音本质上是对老人的关心与保护。对于类似情况，其实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。一，让老人参与，但保持自然。如果老人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，陪伴家人，而不是被频繁 Q 到好不好，观众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。二，直播间透明化，可以提前告诉观众，老人是自愿参与的，只是陪伴家人，没有被强迫。三，减少商业化痕迹，在涉及到老人和孩子的时候，尽量少和卖货绑定，把他们的出现更多放在生活分享的部分。七七的奶奶邀请杜宾的爸爸直播卖货，之所以引发不满，是因为他触动了观众对弱势群体的敏感神经。在观众眼里，聋哑老人坐在镜头前的迷茫表情会被解读为被动无奈。在七七奶奶看来，这或许只是一次简单的陪伴和互动，谁对谁错并没有绝对答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观众的质疑提醒我们，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需要有更清晰的界限，更真诚的沟通，更周全的善意。或许将来我们再看到老人出现在镜头里，不是作为卖货的陪衬，而是真正因为被尊重和被爱，那才是最温暖的画面。